世子这些日子都是在玉带桥住，跟你在一起。锦瑟颤抖着点点头。阮心怡气得牙根痒痒，忽而她眸光一闪，让丫鬟问道：你说世子包下你，怎么世子没为你赎身吗？没有。就你这姿色，你这身段也不会很贵吧？世子怎么不为你赎身啊？本来说好要为奴家赎身的，可是后来就变卦了。画坊的姐姐们说，男人的话最不可信。阮心怡闻言冷笑，丫鬟请示她这女子该怎么办。阮心怡勾了勾嘴角，今日之事叫她别说出去，吓唬一番就放了吧。嬷嬷踢小鸡仔似的提起锦瑟，推搡着她往外走。慢！阮心怡忽然叫住丫鬟：小姐还有什么吩咐？你说她像谁？身段有点像大小姐，咱们不就是把她当成大小姐才给抓来了吗？我明白了，一个弱女子就别叫她自己回了，找人送她回去吧。丫鬟点点头，正欲离开，阮心怡又在她耳边交代了一番。丫鬟冷不丁地打了个哆嗦。12娘，小姐好寂寞啊。锦瑟莫名其妙地被人抓走，打晕，又吃了一耳光。他还没弄明白自己为何被抓，对方又把他给放了，不但放了，还用车把他送回了玉带桥。锦瑟正暗自庆幸，梁王世子虽然没替他赎身，但他的名头还真好用。正往别院走时，忽然一个女子从道旁的阴影里冲出来。锦瑟，就你一个画坊女子，也配东施效颦，也配学我的样子？抬头朝锦瑟的脸上划了一刀，速度之快，锦瑟根本没反应过来。待他回过神来，只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疼。血！锦瑟回头朝划伤他脸的女子看去，那女子早就跑远了。倒是有个嬷嬷追着那女子，压低声音喊着：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您等等老奴啊！大小姐！锦瑟捂着脸，跌跌撞撞地跑回别院。她是画坊里的姑娘，是靠脸吃饭的，如今脸被毁，那不是砸了她的饭碗，毁了她的生路吗？她刚回到别院，就见秦昊从内院出来。你跑哪儿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你的脸怎么了？世子爷，救我，救我！郎中，来人啊，叫郎中来！秦昊也被他脸上淋漓的鲜血吓坏了。是谁？是谁把你弄成这样？不知道你是我罩着的吗？我不认识。他说我东施效颦，说我一个画坊女子也配学他。哦，还有一个嬷嬷跟着他，叫他大小姐。